欢迎您收听大马生活家的播客，我是 William。 首先请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自己和身边谁才是看孩子的主力？是妈妈呢，还是爸爸？这一期的嘉宾是我自己，采访者则转换成了我太太。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太太在7月去了2次新加坡和1次上海，长时间不在我和儿子身边。我们的讨论涉及这些话题：爸爸单独看孩子的感受如何？如何聪明地做好家务？为什么我们身边总是妈妈看孩子多？父母对我们自己成长环境的影响是什么？儿子最近有了哪些改变？为什么父母不应该总霸占着孩子？当然，我还不失时机的在节目最后反向采访我太太，和她探讨在大马的环境下对孩子的教育有哪些影响，以及什么是我们让孩子要追求的终极自由。这是我俩在商场的对话，我已经尽力去除噪音，和您先打一个招呼。同时呢，看孩子在中国称为带娃，所以您听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语言上的转换。我们开始吧。首先非常感谢你哦，我已经离家将近3周了，包括之前也有几段时间都离开了，你带了小孩了。我非常想采访你一下，这2周带娃感觉怎么样啊？差不多快到极限了。怎么说？就是希望能够换个手。因为最大的感受就是你的时间容易被固化，你就会有一点点焦虑，就是没有太好的答案啊，这反而是有一些这个小焦虑的啊。爸爸带娃有感到丢脸吗？你觉得？我真的没有，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嘛，尤其是在当然在中国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这样，大部分人都是妈妈带或者是老人带，可能老人占到40%、50%是妈妈带的。我想，但是我倒是没有，我觉得这很正常的，因为教育本身就是2个人的事情，你需要由父亲的参与去带，而且爸爸去带的话，你会加入很多男性视角，并且呢，就是我受到你这个另外一方董事的管束就比较少，这个一方股东就可以做主了，这个感受还是挺不错的，就是翻身做主人了啊。那爸爸带娃的过程当中有怨恨我不在吗？这倒没有，我是比较容易接受各种事情。我觉得首先你不会去挑战这个事情本身，它就是个事实。妈妈不在就应该爸爸把它给带起来。那你要能做的是什么？我唯一能改变的就是去适应。所以我就会把聚焦在这些我可以改变的事情上面，你就去适应它，做些什么调整，而不会说去想到去抱怨，因为抱怨你也不能补偿这个事实啊。无非就是让自己脆弱的心灵感觉更好一点，那个不是我思考问题的方式，你应该知道的。我不知道呀。我不一直是这样，我从来不会去抱怨别人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除了爸爸带娃，你还做了家务？做家务这件事儿感觉怎么样？做家务我感觉还好，因为我不会像你有提出过高的质量要求，有时候过高的质量要求我觉得是种浪费。比如说你的东西马上就要把它给清洁好，然后会花过多的时间在清洁整理啊，在这些反正类似的这些事情上面嘛。那我呢是不一样的，我会利用我理工科的脑袋，比方说要买什么，我就建了一个购物列表，1、2、3、4全部记下来，想到一个记一个，记到10个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去一次超市，就把它给这个一次性做好。第二，我就用工具，你看我买了50多块钱的一个拖把，那个就很好用。它一次性的可以加上这个清洁的东西，那个清洁的有湿的有干的，然后它呢是一次性的，又不会再去花时间在清洁这个拖把本身，上面还自带了清洁液，它是静电的这个吸附效果也很好，而且因为是一次性的，我可以拆下来以后用于这个清洁窗户，我也可以用于清洁地面，可以清洁带油的不带油的，所以就花钱用工具来解决问题。我就差一点，你再晚回来几周，我说不定就少了一个嘎嘎了。你知道嘎嘎吗？不知道。就这里的那种真的那种保洁员，那个上门的保洁员叫嘎嘎了。那我就反正听起来就是花钱花的如流水啊！我看你做的这个一餐这个火锅啊，那个花了170几啊，那个拖把50几哦，好贵啊！151.7，不是170几。但是我买到的是什么？买到的是我学会了做菜的一种经验，买到了是与儿子独处为他做饭的这种家庭欢乐，
是吧？我买到的更是一种宝贵的男人自己当家做主的这种自由，自由是无价的。我花了151.7买到了这样3个小时的自由，很值的。平均每小时就50块钱，50块钱哎，很贵哎，大哥。那也不是天天是这样嘛，偶尔为之。我觉得爸刚刚说了很多痛苦的地方，爸爸带娃也有很多好的地方。像我可以自己决定啊，我带他说今天去 Cheras 吃这些档口就档口，第二天啊就吃一个韩国烧烤，我们也体会到，其实我觉得带娃有带娃的好处，就是你多了一个兵啊，多了一个人指挥，不是挺好吗？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模式啊？以后你就在这里带娃，然后我去赚钱，我们分居两地。我觉得说在行为上是行得通的，就是我经常说，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第一我会去调整，第二我一定能够想到办法把所有的事情给解决，第三还不会抱怨。但是呢，我觉得精神上是出问题，因为你说分居的话，那就导致说你的想法就是你就变成一个赚钱的机器，我变成一个带娃的机器，那么我觉得它是不健康的，因为就看你如何考虑问题了。你站在小孩的角度都一样，甚至他获得更大的自由。你站在2个人的角度，我跟他的亲子关系没有变化，但是我跟你的这个亲密关系会发生变化，你跟他的亲子关系会发生变化。好，你站在3个人的角度，从家庭的角度出发，这不是家庭的目的。我们以前在陪读啊那些里面我就说过，如果只有一个人出来，那不叫这不是为了家庭，他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嘛。我们现在发现最大的快乐生活的目标是围绕家庭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是违背的。怪不得我这次第二次去新加坡，轮到你哭了，你为啥哭呢？我就眼里进沙子了吧。去你的！为什么在我包里放了一包 Super Ray？ 给你正好家里多出一包嘛，就给你带走，不要让我们影响我们减肥。去你的！哎，这一次我倒没有难受，我第一次很难受，我第二次还是挺开心的。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他们也是带娃的方式就是妈妈是主力嘛，哪怕妈妈是工作妇女的话，哪怕妈妈挣的比爸爸多，也是妈妈干的比较多。那你是怎么看待这种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有多重的因素啊。首先，妈妈可能自己也比较操心，或者她希望能够在教育当中去承担一个主要的作用。那第二呢，就是有社会的压力，她一定是受到说，哎呀，我是女生，我应该去承担更多，或者我的因为亲情更强烈的关系或怎么样，她希望投入更多在小孩的身上。那同时也有爸爸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男性就还更像是一个小孩子，他没有成长起来，不然他闲下来时间就花在打游戏上啊，或者说他很少投入到这个家庭事务当中，或者在教育事务当中。就我觉得一方面是他在个性上很可惜，但有可能他真的就还没有成长成为一个独立对自己负责的对家庭负责一个成熟的人。这话说的有点重啊，但我觉得是这样。第二一点呢，是面对挫败的一个应激反应，他可能带也没带好，算了，那我这个还是换人带嘛，我就不带了。他通过其他事情来麻痹自己或者说服自己，就没有投入到这个家庭教育当中。你像你自己从小成长的环境，你爸爸在你的这个育儿过程当中也是有一定的缺失的呀，你有遗憾吗？对，我爸就是有部分的时间是缺失的，但他对我的教育，我觉得应该没有缺失。实际上，他给到我生活技能上面，不是做饭做家务，这个我知道我很差生存能力啊。第二呢，就是在学习上，他们盯的还是比较严的。他在学习上可能还真的相反，和家庭教育是有关系的。他在我的学习上，投注的这个心力还是蛮大的。他会跟我探讨啊，会来教我啊什么。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在个人习惯上面，像看书，像很多科学、自然、地理啊这些的道理，他也会跟我说，我也学到了很多。从小被很多人称为百科全书，知识面很广，就是来自于这个他对我的讲述。因此，我现在靠逻辑来倒推啊，他给我的陪伴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并不一定的。那你妈对你的影响呢？我妈为什么你没有成长为一个妈宝男呢？我很长时间是妈宝来的，尤其是在在结婚前几年，再到之前的一段时间，你看我的个性是很乖的，我很讨巧，我不希望去得罪别人，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感到开心。总之呢，我想扮演一个老好人的形象，我惧怕冲突，所以我的独立过程就是在摆脱这个形象，
然后能够这个对自己负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蜕变的过程是我去独立的过程，所以我妈对我是会有这方面的影响。她给我造成的一些印象应该是更加细致一些，然后比较照顾家庭。对，这也是她给到我的一些这个影响。你觉得你带儿子的这2周，从儿子身上看到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吗？我觉得是有一些变化的。我其实跟他录过一集 iPad 的使用，就还没有去发布。就是通过跟他的沟通，我觉得他比我想象的要有自觉度。虽然就说最近他又忘了一次作业，但我还是选择相信他，就他会自己知道使用电子设备和非电子设备的时间间隔，他也会注意完整的电子设备使用的时间不能过长。我觉得他打心底是接受的，就是来自于我没有，或者说我们都没有太严格的对他要求，甚至于进行惩罚。而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他内化为了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他会变得更加怎么讲，就是有很多事情你不需要反复去说他才会去做。比方说我请他，我说你的英语不单单是这个学语法，能不能多样性啊？你也去这个听一下 TED， 通过听别人的演讲来接收和增强对英语的理解，他就坚持每天听2集。然后第三呢，他还去培养一些新的这个自我要求。你像做笔记，我们从来不要求他，你甚至于在我要求他做笔记的时候还要唱反调，说我就从来不做笔记的。但是他最近就养成做笔记了，他看书做笔记，他听演讲他做笔记，他打游戏都做笔记，你知道吗？不知道，他怕忘了，就他自然就意识到这个东西是有好处的，他会去做。坏处是慢一点，就是不强制的坏处是慢一点。好处呢是当他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反感，他没有内心的这个抵触。之后还有个变化呢，就是我注意到他说话的这个态度，就是他那种同理心变得更好一点。比如说他会意识到说，他打游戏的时候，如果说话语气重一点，他说哦不是那你啊，我是刚才游戏里面的事情。他跟我聊的时候，比我还像一个这个成人，就是我知道在镜头前要放开一点，自然点，忘记镜头的存在。他可能顾及到镜头，我觉得他还蛮得体的，你知道吗？就是也要坐正啊，说话要比较惜字如金啊。我觉得他有这些这个变化啊，他也能比较理解我啊。他说哦 OK， 那我知道了，我跟你造成的误会是因为我经常在房间里使用 iPad， 那我以后就出来好吗？我觉得可能弄得我都没话说了，有这些变化。如果将来我们要分开，为了让我去挣钱，那我也放心了。我觉得不需要了，就是你最好不要单独去挣钱，这样的话，我相信就是除非万不得已为了生存，不然的话呢，可以妥协一些这个经济上的收入、挣钱的这个要求。我觉得家庭还是在一起相对是比较好。是吧？小孩也不小，像11岁冲12岁，快18岁了，我们都说了要不管他了，所以这道路已经走了2/3了。大家能一起高质量的相处，再考虑后面青春期还得吵上几年，高质量的相处也就这么3-4年。我不在的这3周有天天拥抱他吗？基本上是有的，基本上是有的。然后少了的话还会补的啊。其实挺好的。这次回来我看到他也是冲出来拥抱了我一下，心里面也挺感动的。就是他对人情的这种慢慢趋向于社会的成人标准，然后趋向于自然。他就知道妈妈不在时间很长，他不是无感的，他会去，还挺想妈妈的，然后还会去说我要等着你回来啊，或者说我跟他说一起去机场接你啊，他都非常乐意。我们一定是能够让他勇敢的，我们自己也能够欣然接受他离开我们这个家，然后走向一个更大的舞台，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嘛。我们都是为了这一天做准备。是，但那个也管不了，就是那个只是一个期望。我觉得他长大了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你千万不能认为说他是你创造的，你就对他拥有永久的控制权和所有权，肯定不是的。所有权在他出生的这一刻，他就属于他自己的独立个体。你对他的管理权，我希望也就是到18岁就结束了，让他过自己的生活。这什么好的坏的都是隶属于他自己。是啊，昨天在车上突然间他跟我说了一个 Elon Musk 讲了一句什么话，把我惊到了。讲了一个 Elon Musk 讲的一句什么话？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哦哇塞，这家伙刷小视频还真的是记住了一点。我忘了那个。我跟他说的。没有，他说他自己刷。
啊，对，他说那个如果 Barbie 每看到一个父权主义的槽点就要吐一口饮料的话，那你出来的时候都快要吐得恶心了。对，而且包括他也上个礼拜，那天我走之前，我们3个人一起去看 Barbie， 他也是妥协，说我们陪他看了这么多电影，他愿意陪我看 Barbie， 都感觉到他的成长。那你觉得像他的变化，还有我对小孩的这个带领啊，这些和我们在大马有什么关系？就是相依为命了嘛，很多时候少了父母的这种干涉，那种教条式的以不行、不能、不好、不要怎么开口的起始句，我们有了更多的宽容，还有就是试错嘛。其实错了又怎么样呢？如果是歪斜斜的长大，也能长大吗？那他也许碰了壁之后，他能转回来，或者说他就看到一条新的路。还有一点就是在大马的话，我们不得不自己更多的参与带小孩嘛，因此你看我现在也不上班，所以这个我们给他的陪伴会变得更多，那家庭关系就有这种可能性，有这个必要性，就是你首先拥有更多的时间，家庭关系就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家庭教育的影响力也会变得更强，时间变多了在大马，但是你到大马是不得不的被扔在这个环境中，就是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大家都在一起，更加的要互相的依靠，才能够这个更好的生活。对，我觉得身体力行的用大马给我们的改变，对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上的、心态上的改变，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好过于我们教条式的灌输。对，你的心态平和了，你让他去犯错，让我们自己偏离轨道，这一点是很珍贵的陪伴。是，这个也很重要，这是整个社会环境的一个陪伴，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你是会受到环境强烈的影响，所以你看他也能够看到他在学校跟老师相处，然后身边我们认识的这些各个摊主的小老板，我们认识沟通，每天带他出去，他也意识到别人的价值观和心态是什么样的，他也学会了与人为善，对吧？更多的与人为善，他也知道了他们这种生活生命的态度是相对，真的是以前华人讲的道法自然和自然更加多的相处，然后更加顺天应命嘛，我觉得能够影响到他，这个是大马带的，不是你我带的，这是环境的作用。我想可能是 International School 它就创造了这样一个精神，因为我这次在新加坡的时候碰到了一对很好的朋友，他们的小孩就是在新加坡的这个美国学校里面长大的姐弟。那我就问他那个女孩，她今年已经高中3年级，马上就要去读大学了。我说，你身边都是那种 super rich 的这些朋友，亿万富翁，你有羡慕他们这些生活吗？他跟我说一点都不羡慕，因为他觉得他有自由，他的那些朋友没有自由。第二个就是他有可以陪伴他的父母，他们去旅行的话可以去看很多的美术馆，而他的那些 super rich 的那些朋友们，家里面的这个整天的娱乐消遣就是花钱，然后可以去任何地方做头等舱，但是就是不会去那些有文化的地方。所以我就听他讲了之后，我就发现说，教育给人的就是终极自由，就是选择说脱离于物质，然后明白于自己热爱的是什么，去追寻它。是。所以这里的大马的教育对他的改变也是这样，包括你还记得吗？孩子当时回来说，妈妈，我的同学谁家的车开的是奔驰，谁家的车开的是法拉利。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是每天走路去接他的，我在想他会不会说，妈妈，我也想坐这样的车。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那你看到同学的车这么好，你是心里什么感受呢？他说，哎呀，我为他们高兴呀。那个时候好感动的。就是说小孩往往是比较天真，比较正常的一个心态。那像我们是被毒化的一些思想嘛，对吧？我们就缺乏那种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这种心态，是被社会所浸染，很难拔除。但他是知道，就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这个环境，不管他学校的环境还是个社会环境，对他起到的这个作用，这是无可估量的。其实他从来也没有要求我当时去接他时候要化妆啊，穿得好看啊，我每次都是穿得很普通。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在这点上面，
我感觉他真的对我特别宽容，然后他也有这方面的终极自由。对，这个是值得庆幸了。我想庆幸的不是说他学会了这个，我还是坚持着这个是算是正常，但庆幸的是他拥有了这种变成正常人的一个环境，一个机会。是的。你如果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下，我并不是一定说是中国啊，这大部分在社会压力、竞争压力很大的，往往是东亚呀，或者是某一些国家，或者说华人社群相对多的、要求比较高的地方，美国也有这样的地方，在西部，那你就容易变得，你在高压之下呢，要竞争，要变得优秀，你要能够通过残酷的淘汰来凸显出个人的价值，那你只能在这些看得见的地方，学业、钢琴、画画，什么骑马射箭这些上面能够得到体现，而忽略了去向内追求人之为人的一些最可贵的一些精神，相对忽略吧，不是说没有，所以这个环境正好，不那么紧，不那么松，挺适合教育的，这点上来讲。你看他每次出去旅行，哪怕在小的那个杂货店看到一些小东西，都要给他的小兄弟都买好，一人买一份。对，特别可爱，挺好的。爸爸带娃，然后接下来我会加入你们了。我们这样的分离应该不会有。学饭